挤进早八的公交车，一阵奇怪的广播声突然响起：0号公交规则，禁止在车厢内大声喧哗，违者嘎。此时有个不讲理的老年人正在倚老卖老，怒斥一位年轻的小姑娘不给自己让座。赶紧给老子让开！没看到我是个行动不便的老头子吗？大爷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今天肚子实在不舒服。谁知那名老人反而再次提高了音量，狠狠地骂道：废话少说，赶紧给我滚开！信不信老子抽你！然而话音刚落，他的嘴巴瞬间就被一层厚厚的铁皮封住。老人双手使劲地往下抠，却怎么也抠不下来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活活憋死了。死人了！还没等我惊呼出声，一道道惨叫就已接踵而来。所有发出高音被尖叫的乘客也未能幸免，全都一个个被闷死倒在了地上。好在身旁的好友轻轻及时捂住了我的嘴巴，然后小声地对我说道：嘘，不要大声喧哗。然后下意识地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更加让人慌乱的是，拿出手机后，我们才发现所有人的设备都接收不到任何信号，仿佛和外界切断了联系。司机呢？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事还不停车？可当我们走过去才发现，面对这么血腥的场面，司机竟毫无反应，平静无比地紧握着方向盘，踩着油门向前开去。更加诡异的是，挡风玻璃外面根本不是我们熟悉的市区，所有的高楼和车辆全部消失不见，只有一条白茫茫的长路被阴云笼罩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这时诡异的广播声再次响起：欢迎来到0号公交，若想活命，请按规则行事。车里一片死寂，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仔细倾听诡异的公交规则。1. 本班公交不会在中途站点停车，更不会开门，试图自行离开者嘎。2. 每到一个新站点，公交内将会出现一条新规则，请严格遵守。3. 规则与规则之间不会互相重复。4. 禁止以任何方式触碰或攻击司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5. 本路线共有4站，存活到最后方能安全离开。很遗憾，首发站死亡乘客21人，目前存活37人。请注意，前方到达第2站，新规则诞生。20秒后，请所有乘客抓紧吊环，保持悬空，凡触碰其他物体者嘎。第2条规则显然是对我们体力和耐力的考验。吊环挂在高处，在空中悬挂到下一站，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无疑是一份漫长的煎熬，尤其是对我们这些长期缺乏锻炼的上班族来说。于是我揉了揉手腕，在脑海中不停构思着动作和姿势，试图想到最省力的一种。可正在我摩拳擦掌的时候，身旁的小美却突然脸色一变，催促我们加快速度，快爬上去，先抢一个再说。听到她的话，我先是一愣，但扭头扫视整个车厢之后，我瞬间读懂了她的意思。整个公交里零零散散仅有20多根吊环，而车厢里的活人足足有37个，根本不够用。想到这里，我急忙伸手跳跃，再也管不了用什么姿势，匆匆挂起。不到10秒的功夫，吊环便陆陆续续挂满了人。眼看时间将要截止，仍然站立的乘客们再也没法冷静，找准一个个已经挂好的乘客，不停推搡，不停拉拽，甚至拳打脚踢，一时之间混乱无比。本就血流成河的车厢俨然变成了内斗的修罗场。为了不被众人波及，我把双脚也向上荡起，整个人紧紧缠在顶部的横杆上，手脚并用，仿佛一只紧贴树干的树懒，并且不停呼喊身旁的青青和小美，示意他们也模仿我的样子。中途有个光头男人试图把我拽下去，却发现太高的位置很难使劲，折腾几秒都不能把我弄走，只能钻向了别处的站团。等到倒计时结束，滴滴声悄然响起，我急忙放开双腿，只与吊环本身保持接触，回头看去，那些仍在焦灼争抢的乘客纷纷顿住了身形。一道阴风骤然吹过，好似一把巨大的剪刀，每个人的身体都被规则地切成了几片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忍不住心里发毛，把手中吊环抓得更紧了些。公交有些颠簸，为了防止掉到地上，我把2只手臂交错穿过吊环，用手肘关节死死地将其扣住，哪怕疼痛刺骨，但稳定性的提升也让我心中平静了几分。与此同时，车厢里每个人都在用力支撑着自己，生怕泄了气。在沉默的酸楚中，我慢慢麻木，甚至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。窗外模糊不清的景色更是平添了一份无形的压抑。10多分钟之后，久违的到站铃声终于再度响起。第3站到了，很遗憾，第2站死亡乘客17人，目前存活20人。听到这，我总算卸下了负担，瘫软在地。可我们才刚放松没多久，第3条规则就紧跟着从喇叭里钻了出来。请注意，公交规则第3条，请所有乘客在3分钟内选择合适的位置躲藏好。游戏开始后，到站前禁止移动。听完这条规则后，公交上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和前2关的猝不及防不同，这一次总算轻松了许多，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亡命乱窜。而且这一关看起来似乎也并没有什么难度。可就在我们暗暗庆幸的时候，青青却始终眉头紧皱，思索许久后，一脸严肃地看向我俩。我总觉得这一关或许另有隐情，
我和小美顿时屏住了呼吸，轻轻简单地讲出了自己的猜测。大家都从鬼门关里走出来2回了，应该很清楚前面2关的危险性有多高。不难推测，规则多半很希望置我们于死地，但又会给部分人留下求生的余地。而眼前的第3关却完全不符合这样的模式，所以我认为第3关的重点可能在规则的最后几个字上面。你说的是到站前禁止移动？没错，轻轻点了点头。我猜接下来的行驶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把某些乘客淘汰。因为不可移动的规则存在，大家一旦选定了躲藏位置，就不能后悔，不能逃跑，到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淘汰。听完轻轻的推测，我们忍不住有些不寒而栗。这时大部分乘客都已经开始陆续寻找躲藏位置，而座位的下方则成为了绝佳的选择。眼看实在找不到规则背后藏着怎么样的危险，轻轻自言自语道：难道是我想多了吗？无奈之下，最后我们也只好打算躲进座椅的下方。可就在我即将钻到座椅底部的时候，我的余光却猛地瞥到了司机的身影。只见他双手放开方向盘，然后来了个180度的侧翻，直接将头倒立在了地上。而他那死气沉沉的脸上也第一次勾起了诡异的微笑。看着他那古怪的动作，我忍不住回头瞥了瞥那些塑料座椅，似乎突然明白了其中的用意。我的天！眼看时间已经开始了倒计时，我急忙拉起不远处的青青和小美，我也来不及做太多解释，只能赶紧催促道：快爬到座椅的上边去！两人虽然一头雾水，但还是迅速躲到了座椅上面。听到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，我这才放松了一口气。公交车内的众人全部屏住呼吸，默默等待着关卡的审判。发动机的轰鸣依旧持续，之前沉默的司机却倒立似的出现在我们眼前，嘴上露出诡异的笑容。捉迷藏游戏正式开始，嘻嘻，千万不要被我抓到哦。随后他就用头顶的地一点一点地匍匐向前。铁头功啊！嘘，别出声，不要动，你快看！只见司机跳向了离他最近的座椅，双眼正巧对上了座椅下年轻的小伙。嘻嘻嘻，找到你了。那名小伙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，发出了强烈的惊叫声。谁知下一秒，他就犹如石化一般，瞬间变成了石雕。直到这时，人们才终于明白，这看似简单的第3关，实则是人间炼狱。随后，司机继续向前，开始寻找下一名受害者。而那些选择躲在座椅下的乘客全都后悔莫及，除了眼睁睁等着自己被发现，根本没有任何办法，一个接一个地发出凄厉的惨叫。而有些人为了活命，竟然有了逃跑的打算，可他更是违反了禁止移动的规则，下一秒也直接变成了石雕。而我们所在的座椅上方却恰巧躲开了司机的视线，10分钟的时间悄然而至，我们成功地活了下来。第4站到了，很遗憾上一站死亡乘客13人，目前存活7人。听到这，我们3人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一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情绪油然而生。酱汁，这次多亏了你，否则我们的下场就……说到这，小美甚至痛哭了起来。没事了，小美，我也是到最后才发现了司机的端倪，挑战还没结束呢。是呀，小美，最后一关才是最关键的，我们3人一定要团结一致，打起12分的精神来。简单休息几十秒后，喇叭便迫不及待地再度响起，似乎不想给我们太多喘息的机会，开始宣布起新的规则。公交规则4，接下来的路段较为复杂，司机每半分钟将随机指定1名乘客，确认下一个路口的行驶方向，请选择向左还是向右，选择错误者当场死亡。若累计出现3次错误，司机会彻底失去方向，全车共同死亡，请谨慎回答。几道滋滋的电流声后，喇叭里彻底没了动静。这时小美分析道，每2个站点之间行驶时间足有10分钟，所以整个第4关里，司机将对我们进行差不多20次提问，而我们7个人最多只允许猜错2次，这个难度几乎比登天还难。青青站在我的身旁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从概率学的角度讲，我们几乎不可能活到下一关了。还没等我们的心情完全平复下来，司机已经发起了第1轮提问。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张扬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此话一出，人群中一个留着长发的少年猛地一震，很显然他就是被喊到的张扬。被选中之后，他急忙趴到窗户上面，试图看到一些外面的信息，却只能看到茫茫一片，没有任何足以分辨方向的信息和标志。你还有最后5秒，选左还是选右？司机的催促仿佛索命的咒语。张扬犹豫片刻，最后一咬牙，只能随便蒙了一个答案：选左吧。司机闻言猛打方向盘，扭向了左边，喇叭滋滋作响。选择错误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1。话音刚落，一只巨大的手臂从左侧车窗外猛地伸了进来，一把捏住慌乱的张扬，狠狠攥紧了拳头。在摊开手时，里面的人影已经轰然裂开，而司机才刚刚在平稳的直线上行驶了10秒钟，就又一次开了口：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林梦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此话一出，离我们最近的那位乘客顿时大惊失色，
在司机惯例的催促中，林梦只能选择了和张扬相反的右边。喇叭声再度响起，选择错误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2。巨大的手臂再次出现，从右侧车窗猛地握住了林梦的身躯，这一次把她活生生拽到了窗外。公交里越发沉闷，接下来一次都不能错，否则5个人都将埋葬于此。紧张的空气里，司机开始了第3轮提问。下一个路口即将抵达，请乘客将只在20秒内做出选择。听完我忍不住一愣，别说判断路口了，我甚至连路都看不到，怎么知道该往左还是往右？面对这样无解的难题，我也只能随便瞎蒙了。就在我即将放弃挣扎的时候，一直沉默的小美突然说话了。你先别急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小美却已经迅速爬到了右侧的窗沿上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接着她又跑到了左侧的窗沿上，2、3秒之后，她才回到了车厢里。右转。见她语气坚定，我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相信。右转。与此同时，喇叭声也再度出现，选择正确，目前累计错误次数为2。我终于长舒一口气。第3轮选择结束后，我忍不住震惊地看向小美。你是怎么判断方向的？她微微一笑解释道，刚才我发现那只惩罚用的手臂2次都恰好是从选错的方向伸进来的，正好两边的玻璃都碎了，所以我干脆爬出去看看手臂到底是在什么位置。第一次我爬的是右边的窗户，什么东西都没发现，于是我又爬上了左边的窗户，果然在我的头探到车顶后，看到了一只模糊的手掌虚影，因此我猜左边多半就是错误的答案，所以我让你选择右转。我们一边说着，司机也一边宣布了第4轮的人选。这次轮到青青选择方向，小美再度从左侧车窗翻出去，灵巧地观察车外的情况。而凭借小美的神级发挥，我们后面所有的选择都稳稳当当，全部正确。10分钟之后，公交车顺利到站。最后一站到了，很遗憾，上一站死亡乘客2人，目前存活5人。就在我们庆幸通关成功，以为可以逃出升天时，刺耳的喇叭声再次响起。恭喜各位顺利过关，接下来车厢会被一分为2，变成2条通向正常世界的道路，只要顺利通过就可以重返你们的世界。你们有5分钟的时间，请谨慎选择。听完喇叭里的话，我不禁有些纳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还有附加规则？这是一道刺眼的白光骤然出现，大概几秒之后才能勉强看清眼前的场景。刚才还满是座椅碎片和残躯的公交车厢，此时竟真的变成了一左一右2条狭窄的走廊。左边这条十分凶险，地板下面是岩浆，仅有一根细小的木棍悬在空中，而右边的走廊就要安静得多，乍看过去没有任何异样，像是把安全2个字写在了墙上。简单思索之后，我把目光挪向了身旁的青青和小美。你们有什么想法吗？很明显，规则很希望看到我们选择右边的安全之路，但回想起前几关的生死劫难，根本无法确定右边一定比左边更安全。可就在我们3个人睁大眼睛到处观察时，剩下的2名乘客里竟然走出来一位大叔。他沉吟片刻后，径直地走向了右边的走廊。各位，我觉得你们可能把事情想复杂了。之前所谓的规则，无非就是想要淘汰大多数人，又总会给少数人留下生机。但别忘了，这条是附加的规则，你们都陷入了思维的惯性，老想着找到什么玄机，其实恰恰可能错过真相。有没有可能这2条走廊都没有什么机关，而是一道简单的分配问题？很可能每条走廊最多只允许1人通过，随后就会关闭。听完大叔的分析，我们3人全部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各位，名额有限，我就不等大家先走一步了。可他刚走出2步，无数条刀刃突然冒出，仅是3、4秒的功夫，那位大叔就变成了肉泥。右边的走廊居然隐藏了刀刃，不知不觉间，大家的神情都变得紧张起来。然而此时，另外一名幸存的光头男却显得异常开心。大叔用生命的代价替我们摸清了右边的走廊，看样子现在只有左边的走廊才是安全的。如果这条走廊真的只允许1人通过，那么就是我了，拜拜了各位。说完他就大步地跑了过去。然而谁也没想到，光头男刚踏出2、3步的距离，他就在一声惨烈的哀嚎中变成了片片血花。原来根本不存在什么生路，2条都是必死之路。面对死局一样的困境，我忍不住长叹一口气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沮丧感涌上心头。好不容易才通过了前几关的挑战，难道说终究还是要死在这里吗？可就在这时，青青说话了。我好像发现了一个规律。青青的话瞬间把我们的求生欲又重新勾了起来。什么规律？稍等，我再确定一下。只见青青用卫生纸揉了2个纸团，然后先将一个纸团扔到了左边的走廊。只见那个纸团刚落地，就瞬间被刀刃直接绞碎。紧接着青青又将另一个纸团扔到了右边的走廊。
但这次纸团却并没有被瞬间搅碎，而是过了大概有5秒钟的时间才被搅碎。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，我们好像能活下来了。看到这，我和小美也瞬间来了精神，忍不住向青青询问原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青青则抬手指了指左侧的走廊。在第一位大叔闯关失败后，我就一直盯着左侧的走廊，而当第2名光头男走左边走廊触发机关时，我发现了一处细节，那就是在刀片出来的一瞬间，我竟然看到上面有残留的血渍。很显然，血渍是来自第一位大叔的，也就是说，其实2条走廊共同使用了一组刀具，而刀刃是无法同时兼顾2个走廊的。他们大概有5秒钟左右的空档期，如果当刀刃攻击左侧走廊时，那么右侧走廊就有5秒钟的时间是安全的，反之同理，而这5秒钟的时间足够让我们可以安全跑到走廊对面了。听完青青的话，我和小美恍然大悟，眼看时间只剩下最后1分钟，青青立刻脱掉身上的外套，将其扔到了左侧的走廊上，衣服在落地的一瞬间直接被刀刃搅碎，而我们则利用这个5秒钟的空隙，疯狂地向对面跑去。虽然过程十分狼狈，但我们3人好歹存活了下来。此时，熟悉的喇叭声再次响起，恭喜你们成功完成了所有考验，现在你们自由了。大概过了几秒钟后，喇叭里传来了一道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播报声，像是电台的主持人。突然接到一则快讯，今天早上8点30分，一辆公交车突然发生剧烈爆炸，车上共有58名乘客，现已确定有55名乘客抢救无效死亡，而剩余3名乘客仍在抢救中。这时，一道耀眼的光芒出现，再次睁开眼，我发现我正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。很显然，我们3人成功回到了正常世界。挤进晚8的地铁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。地铁规则：禁止出现噪音。警报响起后，地铁里陷入一片死寂，只剩几个刷视频的人仍然沉浸在最大音量的外放里，边看边笑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车厢内突然闪烁起刺眼的红光，车门轰然打开，那几个笑呵呵的乘客变得双目无神，整齐地放下手机，排队跳下了车。车门在关上时，玻璃上已经染满了血色。面对这骇人的场面，我狠狠拍了拍脸，发现并不是梦。环视四周，满是和我一样慌张的乘客。这时警告声再度响起，检测到环境无噪音，规则正式启动。1、地铁行驶中，每10分钟抵达一个站点，请乘客们留意车间广播。2、每抵达一个站点，地铁开门，请勿在车厢内持续逗留。3、本路线除起点和终点外，共有6个站点，每个站点都有各自的规则，请务必遵守。4、完成站点规则后，乘客方可安全回归车厢，前往下一站，严禁提前回归，否则后果自负。5、驶过6站之后，地铁抵达终点，唯有终点代表安全生还。注意，前方到站恶鬼桥。广播结束后，地铁停下，车门打开，一束泛绿的幽光照进车厢。虽然仍处在蒙圈的状态，但我还是赶紧跟着人群冲下了车。下车之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的石板桥，桥下有一潭死水，无数煞白的手臂漂浮在水面，密密麻麻，不停挣扎。桥上则端坐着一位身着黑色旗袍的女荷官，她的嘴角挤出一丝微笑，指了指桌案，那里有一颗红枣模样的骰子。欢迎大家来到恶鬼桥，骰子有大小，猜中者生，猜错者或是不想猜的人，就请留在这里陪着我了。她的语气相当温柔，却让人无比窒息。只见她手指一勾，点中了一个人群前列的衬衫男，随后将骰子轻轻一盖，简单的摇晃了几下。她眼神死死盯着衬衫男的脸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衬衫男顿时屏住了呼吸，犹豫再三，才支支吾吾说出答案：小。盖子揭开，骰子上的点数是5。恭喜你，留下来陪我吧。衬衫男的双眼顿时失去了神采，和之前跳下地铁的乘客如出一辙，仿佛提线木偶一样向池边走去，皮肉瞬间被腐蚀得干干净净。一阵惨叫声扎进众人的耳朵，眨眼的功夫，水面上又多了条漂浮的手臂。荷官却如同没看到这惨烈的一幕，反而笑得更加开心。下一位，骰子摇晃，是大还是小？大吧。答案揭晓，骰子正上方的点数是3，池水上方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。光是皮肉腐蚀的画面，就看得我心惊肉跳，不敢直视。而桥上的荷官仍在不停点人，摇晃着骰子，宣判着众人的生死。因为下车时跑得比较慢，所以我处在人群偏后方的位置。前面一共有32人参与，仅有11人猜中了大小。当然，凡事总有例外。一位大妈不顾规则的要求，选择死活不开口。结果1分钟后，大妈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口一口地慢慢咬死了自己。随着荷官缓缓一指，排在我前面一位的校服少女颤颤巍巍走上了桥。你选大还是选小？少女额间全是冷汗，咬紧牙关说出了自己想了很久的答案：小。
开盖之后，他看到了点数6，他绝望地向我伸手求救，却又自顾自地一头扎进了水里，惨叫声穿过我的耳膜，因为下一个就轮到我了。头子轻轻摇晃，荷官微微一笑，是大还是小？我看着他瘆人的眼神，从小抽卡就没出过好东西的我，实在不敢把生命寄托到运气上。荷官见我愣神，又开口问了我一次，是大还是小？从他温柔的眼神里，我猛然读出了一条最重要的信息。那一瞬间，每个人猜大小的场面都从我的脑海中掠过。原来规则就藏在他的话语之中，因为荷官会根据摇出的结果问出不同的问题。如果结果为大，他的问题是你选大还是选小；如果结果为小，他则会换一个问法，是大还是小。所有人都处于惊惧之中，竟没发现他这2套不停切换的固定话术。想清一切关节之后，我坚定地开口小。结果停留在2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从死亡的气息里走了出来。我刚想转头把判断方法告诉剩下的乘客，却瞥见荷官对我微妙一笑，他伸出食指停在嘴唇上方，比出了晋升的手势。第1站结束，只有不到20人活着回到了车厢里。地铁重新启动，听着车轮不断摩擦铁轨的声音，我不禁想，第1站就死了这么多人，后面的5站该怎么过？正当我心绪不宁的时候，旁边的女生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你好，我叫青青。你好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接下来的站点，我想找你合作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在恶鬼桥，你其实已经看穿了真正的玩法，对吧？我不禁皱紧眉头。你怎么知道？青青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学着荷官的样子，把食指放到嘴唇上。因为我看见他也对你比了这个手势。我深吸一口气。没错，我发现了规律，那就是在大小不同时，他各有一套询问的话术。居然和我的解法并不一致。我找到的规律是它的摇动，如果顺时针则为大，逆时针就是小。听了他的话，我不禁陷入沉思，原来生路不止一条。随后我看了看青青闪烁的眼眸，忍不住继续问，你还有别的发现吗？他沉吟片刻说，有，但你可能接受不了。什么？其实我们可能早就死了。青青的话让我陷入震惊之中，直到他引导我目光移向座位的下方，这才发现车厢的内壁上竟藏着密密麻麻的划痕和烧痕。看到了吗？这辆地铁表面上光鲜亮丽，其实早已经千疮百孔了。我怀疑我们乘坐了同一辆出事的地铁。与此同时，广播声突然响起，注意前方到站地狱山。车门打开，一股炽热的暖流立马涌进车厢。下车之后，对面是一座极高的火山，岩浆喷发，不断往山下流淌，在山脚下聚成滚烫的一潭，只是靠近就感觉快要被蒸发融化。而岩浆的边上站着一个身着判官服饰的男人，他拿着一个个黑色的石碑，诉说着地狱山的规则。欢迎来到地狱山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这里的规则很简单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如果不喝的话，就留下骨灰，给地狱山当燃料吧。经历了第1站之后，每个人都尽量往后缩，生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判官有些不满，他故意点出了躲在人群最后面的少年。少年无奈地走到了前方，他端着直冒白烟的岩浆，双手瑟瑟发抖。我站在远处，忍不住嘀咕：这玩意儿怎么下得去嘴？不过少年的勇气还是超乎我的想象，没犹豫多久，他就一口闷了下去。判官满意的鼓了鼓掌，本以为这便算安全通关，然而少年的身体却突然僵在了原地。只见他腹间闪起猛烈的红光，整个人瞬间燃烧起来。我和青青面面相觑，判官的嘴角微微勾起，平静的语气下却隐藏着索命的凶狠。下一位。看着判官来回巡视的眼睛，乘客们大多陷入了惊慌，往前站也不是，往后躲也不是。判官饶有兴致地挪动手指，最终指到了一个少女身上。他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岩浆，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少女没有理会他地上的石碑，反而从他另一只手里夺过了空杯子，亲自走到沸腾的潭水边，盛了满满一杯，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一饮而尽。看着浑身冒烟的他，我皱紧了眉头。这是什么狠人？本以为不出3秒时间，他就会和那位短发少年一样爆体而亡，可足足过了很久，待到白烟消散，他都没有发生任何异响，反倒是一直表情玩味的判官陷入了一霎的错愕，最终无奈地鼓起了掌。精彩，精彩！直到这时，众人才终于反应过来，少女过关了。原来这就是地狱山的奥秘，既不能不喝岩浆，也不能喝判官递过来的，而是要自己亲手去盛上一杯。我看向旁边的青青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青青显然也在思考其中关节。你还记得地狱山规则的第1句话吗？我回忆了一下判官的说辞，只需要喝一杯来自山顶的岩浆，就可以回归车厢。不，前面那句，请各位直面恐惧。直面恐惧？没错，炽热的岩浆就是我们恐惧的来源。
只有主动去喝下它，才算是直面恐惧，而从判官手里接过来的，只能算被动的妥协。我终于恍然大悟，有了少女的示范，后面的人通关就容易了许多。除了一个人因为只装了半杯，被判官推进了岩浆里，其他人全都顺利生还。这次我特意数了数，地铁内还剩下16人，经历了2站的惊心动魄，不少人都身心俱疲，一回来就靠着玻璃缓解压力。只有青青依然活跃，她找到了刚刚那个通关的女孩，3下5除2，顺利将她拉入了我们的团队。这时我也终于知道了少女的名字，小美。注意前方到站蛟龙台。车门打开，一股刺鼻的腥味扑面而来，一条巨蟒般的庞然大物，头顶长着修长的鹿角，身躯足有40-50米长，紧闭双眼蜿蜒在地，既像蛇，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龙。而他的身旁站着一个绿裙的女人。欢迎来到第3站蛟龙台。如你们所见，我养了一条蛟龙，它平日里最喜欢的零嘴就是活人。你们需要在蛟龙台带上一炷香的功夫，此间它会在这里自由活动，以你们为目标。一炷香之后，没有被它吃下肚子的幸存者就可以离开此站。说罢，女人拿出一尊金色香炉，流出淡淡白烟。蛟龙双目一睁，露出2只火热的瞳子。还没等我们仔细琢磨女人讲述的规则，蛟龙便已经开始了行动。它虽身长40-50米，看起来相当笨重，却有着快如闪电的速度，吓得所有人都抱头逃窜。一位腿脚不利索的大叔，因为跑得太慢，第一个被蛟龙衔进了嘴里。看着这个场景，所有人跑得更加卖力。可蛟龙台的面积并不算大，而且没有任何遮掩身形的物体，空空旷旷，压根没给多少逃跑的余地。蛟龙的身影四处腾挪，每每只需要一口就能吃下一整个人。该怎么办？破解方法是什么？我一边拼死逃命，一边在心里不断回顾女人的话，但不停的跑动让我有些大脑缺氧，完全没法静下心来思考。而场上蛟龙的移动却是极快，转眼间又将一人吞进腹中，3两下消化个完完全全，打了个兴奋的饱嗝。一炷香才燃了1/3，16个乘客已经只剩下8个，一直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眼看抠破脑袋，我忍不住瞥了瞥同样亡命奔跑的2位同伴青青和小美，可仔细看去才发现，蛟龙最新瞄准的目标就是青青。眼看蛟龙的位置越来越近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青青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站在原地不跑了。不仅不跑了，连任何动作都不再有，如同一根木头，看得我一脸疑惑。可接下来的景象让全场人都呆住了。青青一动不动之后，蛟龙也随之停下了移动，好像丢失了目标一样，左顾右盼，重新寻找起了目标。青青活下来了，原来如此。这一战的谜底竟然如此简单，只需要当做木头人的游戏就能安然通过。有了青青的例子，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，立马有样学样，停下了所有动作。本来残暴无比的蛟龙瞬间失去了所有目标，左右四顾，脑袋上仿佛挂上了一个问号。剩下的时间里，他只能一直在蛟龙台的边缘打转，待到一炷香彻底烧完，他的眼睛也准时的闭上。所有人都长舒一口气，坐回地铁座椅上，我忍不住看向青青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”这一战实在是太险了。其实破解之法不在绿裙女人讲述的规则里，而是在蛟龙身上。在传说里，蛟龙乃蛇所化，而蛇类动物都有一种特性，那就是极强的动态捕捉能力和极弱的静态实力。越是移动迅速的猎物，它越是能敏锐地感知，反而保持不动的东西，在它眼里和死物没什么区别。听完他的分析，我忍不住啧啧称叹。话音刚落，地铁的广播再度响起：“注意前方到站人间巷。”第4站来了。